还蛮喜欢吃三杯鸡，特别是好吃的三杯鸡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历史学家。我去查完资料以后，我发现，这道菜为什么很多人说它是源自于中国江西？那我觉得，跟我的想象有点不一样。台湾并没有很多江西的移民啊。江西跟台湾，它原本比较没有什么交流，所以比较不像流传过来，比较像就是在一个平行时空里面各自有了发展，然后蛮像的，蛮雷同的。台湾早期的社会，鸡有时候生病，那以前的卫生没有今天那么好，所以以前的鸡要生病的时候，就会赶快把它斩杀来吃，它还会有鸡肉的味道，所以用比较重的麻油、酒、酱油来腌制。另外的是麻油鸡改良版，以前有这个坐月子的时候会吃这个麻油鸡，可是麻油鸡就是汤汤水水，不方便运输，然后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干式的麻油鸡，一样用这个麻油去炒姜，再把鸡放进去。这也是一说，就是干式麻油鸡变成三杯鸡的一个起源。在江西比较不会见到九层塔，那九层塔就是一个台，还会加蒜球，这些食材的这个组成都会让我们觉得说，这就是正港的台味啊。你要吃道地的台湾菜，就应该品尝三杯鸡。三杯鸡第一次吃应该是15岁了。15岁的时候我在北投一家美多乐大饭店，那每天看师傅在炒三杯鸡，一闻就想说哇，那个口水要掉下来，那个香味真的好香哦。我也没做过，我只是那时候闻过。后来那么香的东西，客人吃剩的时候，我去偷吃一块，哇，那个鸡肉是外面那个酱汁有一点甜甜咸咸的。还有那个姜、蒜头、麻油的香味都在上面了，所以我吃过，我就记得，有一道菜，它叫三杯鸡。很难有人不喜欢三杯鸡吧？我觉得这是一道很经典的台式料理。为什么很经典？麻油姜，我们家的姜一定要用2年以上台东的老姜。一定要用台湾的黑麻油去做煸的动作，小火慢慢去把它梅纳反应的香气带出来。鸡肉我们用的是鸡腿肉，然后酱料是属于清餐厅的味道。还有台湾很经典的九层塔的风味。现在我们都会一锅的炒好的时候，再把它盖盖子，把整个锅子烧到热热的，要出的时候再淋一点点的米酒在盖子上面，封住里面的味道。端到客人那边，你一打开的时候，不管是麻油，不管是姜啦，不管是九层塔，香味都会直接跑出来。它不是只有香气，它是有声音，它噼噼啪啪噼噼啪啪。那道菜打开的时候，长辈就会说：“吃，赶快吃，趁热吃。”吃完后，我可以说它会在你嘴巴停留的时间有点长，所以要约会的话要思考一下。我开始有一种肚子饿的感觉，要放饭了吗？我跟阿发是认识17、18年有吧？对，我记得我应该是大学 ，no。好像是高3还高2的时候就认识他了，然后那时候他们蛮提携后进的，
他很乐于跟你分享，我觉得他心也很宽，很可以去接受一些新的事情。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真的很高兴能见到你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！不要客气，来指导一下，来指导一下。没有啦，你指导我啦，我受你启发良多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凝锅这个香味才会好。谢谢。蒜头。每个人会闻到不一样。如果你喜欢九层塔，你会先闻到九层塔的味道；如果你喜欢的是姜，就会有姜的味道；如果你喜欢麻油，就会味道。其实3个味道同时结合在一起，一打开的时候是3种味道，都会很强烈的那个姜啦、麻油啦，还有我们那个九层塔味道，一次都3种味道一起起来的。你没有感觉吗？你有知道姜的味道吗？早期这样做，应该讲嘛，我们这个就是以前的麻油鸡的味道啦。麻油鸡我们那个是怎样？是汤的，但是以前坐月子每天都要吃麻油鸡啊，吃1个月会腻嘛，吃了10几天，哎，能不能吃个干的？所以就把那个麻油鸡想要放了一点点的盐，把它改成一个酱汁啊，就是酱油或是那个酱油膏都可以啊。这姜吃起来不辣不辣，对，应该是不辣啦。好，如果你在是11月、12月的时候，这个姜就会比较辣。比较辣。应该讲的，从中秋过就一直开始辣到11月。台湾这么多地方有产，哪里是你最喜欢的姜的产地？看季节吧。如果是4、5月，就会用台东那边的；在11月的时候，我就会用比较靠北部、中部这边的。我们家的姜一定要用2年以上的老姜。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那边的老姜呢？因为那边的土壤比较贫瘠，它是红土。这个姜要运来青餐店的时候，绝对不能是干净的，它要带土，它才能把整个姜的甜味都锁在里面，我们再自己去做清洁。以前在做都是要带骨头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前我们都会有1鸡2吃啊，要做一个鸡就半只鸡做3杯，啊，剩下头啊尾啊，佮剁的，较落去煮成什么挂菜鸡啦、烤鸡鸡啦、黄梨鸡啦，到后边咱会知讲3杯鸡用鸡腿做上好吃，但是记得买肉鸡。第一选择是肉鸡，肉鸡，对，就肉鸡。对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了快速炸过来炒一下，再放在锅里焖一下。这个动作是最快，而且味道可以吸进去的。因为要让它每只鸡腿的颜色是一样的，所以一点点的酱油膏，一点点的米酒，干嘛染胡椒粉？面，混拢面，因为等一下胡椒粉的味道可能会被姜啦、麻油啦跟那个豆瓣酱都压过。所以3杯鸡不应该加胡椒粉。有人加，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，应该讲说你喜欢就可以加，你的客人喜欢就可以加。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不是说我喜欢就做。有一句话叫下主人意就是好功夫。对，嘿无。下主人你是台湾人，你是台湾人。好，那我们再调一个酱好了啦。豆瓣酱，因为台菜你知道不会有辣，豆瓣酱选购的就是比较台式的这个老的。反正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染豆瓣酱。哦，你可能。迄个唔是老师傅的款啦，导游嘛，讲我1点啊，那差不多1比1安尼款，因为咱2支鸡腿尔吼。啊，这什么？这是咧个蜜汁啊，就是我甲糖我加啊加1点啊豆油搁甲米酒，同看嘛。麦芽糖小块，甘醋，米酒。炸就是上色，把肉汁锁住，然后我们最后在小砂锅里面把所有的味道全部煮在一起。对，这个酱汁给它烧开，酱汁只有50%是吃到那个肉上面，那50%是好像白斩鸡一样，所以在吃的时候有外面比较咸的那个肉，一吃下去哇，味道很重，再一嚼下去，怎么不会咸啊？因为那个豆壳里面那个鸡汁那个肉。加全部加进去，这个也进去。对，进去。
吸进去，差不多40%-50%在那个鸡肉上。那个烧一下，你知道我们炒菜要怎么？炒过去，啪，打一个米酒，那锅气从旁边烧过去，把它锁住。好，这个就是蛋白鸡。OK， 可以。好，这个酒人来，它的那个锅气香味就在这边。这个不是焦掉哦，就最好吃就是它这个连锅啦。好吃，而且蒜头有那蒜头外面的那个软软的，里面还有一点点绵绵的绵绵一点。哎，咪咪你讲对，说怎么咸咸的蒜头皮不？其实是最棒的。好吃。我在高中念开平餐饮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学西点烘焙。在早期的时候，会有很多的外国师傅来台湾做交流。那有一次很幸运，就是有机会在一个法国的师傅旁边做助手。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，如果我要继续进修我的烘焙这个专业，那要去哪里？那他当然就是直接回我说，当然是来法国，法国是就是甜点美食国度这样。然后我那时候也想想。就觉得好像可以考虑。在国外学到最多的就是风土这件事情。我相信台湾各地9层塔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味道，土壤不一样，气候也不一样，湿度也不一样，让这些食物的风味都完全不一样。产地可以让我们知道说，以后这个东西1年4季的香味不同，品种不同。我应该用在什么料理里面？那我今天看到这9层塔，有白骨、有红骨、有泰国种的、有原生种的。虽然闻起来都是9层塔的味道，但是香味都不一样。我从爸爸身上我看到他对风土，我觉得我自己感受到2个字，就是尊重。因为我常一直问他什么是古早味，大家一直讲古早味，但每一家古早味都不一样。但他有一次就打破我对古早味，不是只是调味，是食材本身的味道。原来他讲的古早味，其实就是风土。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，哇，这些东西其实是串联在一起，只是他们有他们的语言，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告诉大家风土这件事情，就是他所谓的古早味。像刚刚王大哥拿了3个品种，打完一闻就说这味道有点不太对，然后王大哥才默默的说，哦，这不是本土的，但是我拿本土的给你，一拿过来，大家一闻就说。这是小时候的味道。王大哥也很诚实说，这个品种真的也越来越少，比较难种植。但是当我们有人愿意支持产地的原生种的时候，它就会一直留在这里。那天他有叫我特别吃姜，那我就问他说，那你以前怎么去选姜？他说没有啊，就买回来切切看就吃，就知道说这个姜跟上次味道不一样。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那一代的厨师们他们在分辨所谓风土的不同，他们透过吃来去分辨，你今天给我的不是同一个人种出来，或者是不是同一个地区种出来，那你就会回归到阿发斯女儿给他的观念说，这一块地区产的东西的味道就是长这样，我们就是要选这一块或是这一个农夫种的农作物来去做我们的菜肴。只是那个风土的概念是，可能在阿发斯身上他没有讲出来，但是你看他们透过吃，他们可以分辨出来，你给我的就是不同的人种出来，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风土。那你就会推回去说，对啊，那用法国人或是法文的字来面解释，对，不同人不同种出来的东西，即使同品种，吃起来都不一样，那就是他们的风土。
小时候对于台菜太熟悉了，熟悉过头到你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你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？从小看到大，你看到会怕，就知道这件事情很辛苦，然后要流得满头大汗。当我去了国外以后呢，国外都有很多朋友问我说，台湾料理是什么？那你们是不是就是中国料理、中国菜？那时候你就会一股就不是，我是台湾菜。然后说好啊，那台湾菜的时候，哎呀，就觉得很丢脸，我怎么讲不出来？然后我还跟人家说我爸超有名的，而且台湾超厉害，然后我讲不出什么叫台菜。那时候在国外就会开始好奇我台湾人。台湾料理、台湾菜，对我来说是什么？因为我是家族第一个决定要踏入餐饮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是极力跟我说有多辛苦有多辛苦，然后钱又很少，然后就跟我说不要做这个，然后就一直想要说服我。OK， 哇，好香哦！要不要顺便拿一个给姐姐？你要帮我翻一下吗？帮妈妈，帮姐姐一下，帮姐姐一下。你要炒一下再下酒菜。好香哦！好了，你来了，小心烫哦。来，放在上面，放在上面。哎，很烫很烫很烫。行，好嘞。哦，小家香，小家香，小心哦。哇，这跟我们家差不多吧？给我来，赶快吃。好香哦！我吃吃看。哎呀，你喜欢吃蒜头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三杯鸡最重要的是蒜头，还有姜。如果蒜头有入味，对我来讲就及格了。错了。不一样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啊。里面九层塔啦、葱啦、蒜啦，这个什么都重要。好吃。很好吃。那我现在要吃你的姜，姜。哇，好吃。它的姜有入味，它的姜有入味。我觉得蒜头真的对我来讲是 OK 的。妈，你帮我讲一下空心菜。空心好。说实在，我以前不喜欢你们做餐饮，不过也不错啦，好命可以延续到下一代哈。我以为只有你老爸会煮给我吃，会不会想太多？说实话哦，我本来对你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。谁？当然是你啊，施雅雅。你从法国回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你想进入台菜，你想帮爸爸，你想学习。我心里想，怎么可能？你以前记得你做烘焙跟我说什么？忘记了。你告诉我，你做烘焙就是因为它不油腻。我做中餐也是干干净净的啊，那油油腻腻的都没有的。可是当我去看你们比赛，一个动作我就知道你们的 DNA 太强烈了。你们的擂豆腐，你也给我跟您讲过，你擂豆腐的姿势跟你爸爸一模一样。然后杰夫，你在整理桌面那个干净利落的动作，跟你老爸一模一样。可是你们从来没有看过你爸爸做事啊。谢谢哦，我已经学了我了。哦，我你学了你哦，我不知呢。三杯鸡对我来说，它就是在一个大焖锅里面，把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精华淬炼。早期的三杯鸡是没有九层塔，因为九层塔是客家人的文化。台菜是没有辣椒啊，因为有外省人就加了辣椒。在台湾很多料理，你可以看到很多麻油姜的存在，所以这些种种的融合，我觉得就很像台湾人。很多元，很包容，然后我们把这所有的东西烩在这个锅子里面，然后大家和平共处的那个滋味。